全球最顶级的黑卡是种怎样的存在？不管让飞机掉头还是在沙漠加油，它能满足你的任何需求。一张卡能在全世界刷出特权，顺便刷新一下你我的认知。百夫长黑金卡是美国运通公司专门为世界顶级富豪定制的信用卡。就是电影里那张无所不能的黑卡，在现实世界中它是真实存在的。其他的信用卡那都是银行求着你办，但运通的黑卡是你拉一车钱过去，它都不给你办，它只在自家白金卡用户里挑出1%主动邀请。那普通的信用卡都是给你一个上限，那黑卡不一样，它只设了一个下限，要维持使用资格，每年至少要刷20万美金，意思是你多花点可以have fun，那花少了那不行，说不定明年卡就没了。据说运通黑卡持有人具备这些特征，快扣出自己达标了哪条。虽然黑卡的年费就高达5000美元，但对于符合资格的大佬们来说，那就是小钱。毕竟运通公司为黑卡主提供的顶级服务，目前还找不到第二家。除了什么头等舱、酒店套房升级这些日常特权，它都应有尽有外。它还可以带你进入上流社交圈，出入各种私人俱乐部，扩大交友范围。按照运通的说法，你有了黑卡以后，要求随便提，只要是地球上合法的事情，都会想办法满足。这还真不是吹牛。香港运通总裁刘月平在采访时提到，04年发生海啸灾难后，有位黑卡卡主希望安排援救一下他被困在印尼的朋友，运通立马就把现金和机票送到了这位卡主朋友手上。我还听过很多离谱的案例，比如之前有位黑卡贵宾在法国打给运通客服，说他和他的汽车坐了同一辆火车，但自己中途下站，车忘了开下来。结果运通居然联系到火车公司，让火车停下来，找出了卡主的车，让他继续旅行。还有一次，有个黑卡会员在自驾游撒哈拉沙漠的时候油用完了，黑卡直接摇来了摩洛哥官方的直升机把他救了出来。而且因为黑卡没有额度上限，世界上但凡有价格的东西你都可以刷回家。就比如14年的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，上海收藏名家刘义谦看中了一只斗彩鸡缸杯，二话不说拿出黑卡就刷了2.8亿。之后他又在15年11月再次狂刷10个多亿，买下了莫迪里安妮的画作《侧卧的裸女》。这种只有在电影里才会出现的画面，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。但通过这些案例我们可以看出，黑卡为他的持有人提供了无所不能的服务，没事的时候让你享受生命，有事的时候还能救你一命。所以它背后的运通到底什么来头，能发如此豪横的卡？其实运通1850年就成立了，世界500强，总部在纽约，是全球最大的独立信用卡公司，签账卡和信用卡就是它的主要业务。不过你说它是金融公司吧，它又是全球最大的旅行社，在全世界有1700多个办事处，都是给自家卡主提供服务的。这种跨界听起来就很魔性，但在商业模式上，人家也真正的做到了独一无二。像那些传统的银行，如果要靠信用卡赚钱，就只能向客户收取年费，或者向商家收取服务费。但有一块成本是银行必须要花的，那就是卡组织的服务费。我们手里的银行卡不都印着什么银联、Visa、Master 吗？这些就是一个个独立的卡组织，他们给银行提供结算服务，赚的都是银行的钱。而美国运通不一样，它自己就是卡组织，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，客户的、商家的、机构的钱我都要赚。虽然在用户总数上，运通干不过 Visa 和 Master， 甚至只有这2家的零头，但在刷卡金额上就不一样了。普通人的信用卡那都是省着花，但是黑卡可是设了下限的，一般这张卡的拥有者都是闭着眼睛刷，所以运通公司的平均刷卡金额是友商的2到3倍以上。这么一家具有品牌效应的百年巨头，它的股票自然也很受资本市场青睐。那在它的死忠粉里，巴菲特老爷子必须报上大名。美国运通公司是股神巴菲特最爱的股票之一，当然了，不便宜的股票老爷子肯定不会爱。当时运通深陷色拉油骗局，面临着严重的信用危机，股价从60美元暴跌到35美元。大家都觉得运通要凉了的时候，巴菲特出现了。他说：“别人恐惧，我贪婪。”面对要倒闭的运通，反倒来了兴趣。经过深入调研，巴菲特认为这次丑闻不会对公司经营带来多大影响，于是果断下手。目前伯克希尔在美国运通的持股比例已经达到了20%，是运通的第1大股东。巴老爷子也从中获得了超20倍的回报。只能说明老爷子的眼光就是和别人不一样，不过也说明了运通确实很特别。当然了，运通也有授权其他机构一起发行黑卡，比如我们国内就有3家银行跟他合作，分别是工商、招商和民生。不过在特权方面肯定就不如运通自己的了，比如国内的黑卡是不支持无限消费的，只是比普通卡限额多一些，提供的服务也没有运通那么全面。但即便如此，这3家拥有黑卡发行权的银行对黑卡的审查资质也是相当严格，目前只能通过黑卡用户推荐才有机会拿到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那些高净值人群几乎都会选择运通，因为钱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串数字，但是黑卡代表的身份还有一呼百应的权益都是不可替代的。respect。